60岁后，很多人会遭遇关节沉僵、膝盖隐痛、夜间腿脚抽筋的困扰。不少人要么花大价钱购买各类保健品，要么长期只喝清淡米粥，吃几口咸菜，走入了饮食养护的误区。关节退化并非完全无法干预，单靠一种加工补剂也无法全面滋养骨骼与关节。真正改善关节状态的关键是摄入易吸收、营养完整的天然食材。相比单一的氨糖软骨素胶囊，多种天然食物能同时提供蛋白质、抗炎物质、矿物质与维生素，更适合延缓中老年关节退化。下面整理了12种优质天然食材，结合抗炎效果与营养吸收率综合排序，帮助您从日常饮食入手，养护关节，找回行动自如的状态。我们从第12种开始说起。第12种是樱桃，它是辅助清除尿酸结晶、舒缓关节肿痛的天然浆果。有些长辈早上起床后，脚踝或大脚趾根部会出现一阵刺痛，走几步才能慢慢缓解。平时稍微多吃一顿肉食，第二天关节就容易发胀发热。碰到这种情况，很多长辈习惯泡一杯红枣枸杞水或者喝一碗黑芝麻糊，觉得这样滋补养生，对关节有好处。不过，红枣苷含糖量偏高，大量食用容易引起血糖波动。黑芝麻虽含钙质，但针对关节炎症的作用十分有限，并不能直接缓解尿酸过高引发的关节疼痛。樱桃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与胡皮素，这两种天然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体内炎症介质的合成，同时辅助加速尿酸的肾脏排泄。相关医学研究证实，每日食用约200克新鲜樱桃，可在2天内使血清尿酸水平明显下降，关节肿胀感也有所缓解。每100克樱桃约含 0.1 毫克花青素前体物质，是常见水果中抗氧化能力较突出的品种之一。与蓝莓相比，樱桃的花青素结构更易被肠道吸收，进入血液后能更快到达关节滑膜部位发挥作用。挑选新鲜樱桃时，优先选果皮颜色深红甚至近黑，果梗翠绿不干枯，果实饱满有光泽的品种，颜色越深说明花青素含量越高。表皮出现褶皱，果肉发软，果梗变棕色的樱桃新鲜度不足，建议避开。食用时无需加热，直接用凉开水冲洗干净后即可食用。加热烹煮会破坏大量热敏性花青素。若买不到新鲜樱桃，可选择无糖冷冻樱桃，营养保留相对完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樱桃含糖量不低，每次建议控制在150至200克以内。血糖偏高的长辈不宜一次大量食用，可以分2次在2餐之间少量补充。第11种是姜黄，它是辅助抑制关节慢性炎症的天然香料。有些长辈膝盖在阴雨天格外酸痛，平时上下楼梯会发出咔咔的弹响声，关节周围隐约有些肿胀感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会去买几瓶进口的鱼油软胶囊或软骨素，花了不少钱，效果确实好时坏。姜黄中含有姜黄素，这是一种被现代营养学研究广泛关注的天然多酚类物质，能在细胞层面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，从根源上减少关节滑膜的持续性刺激。每100克干姜黄粉约含3至5克姜黄素，直接用水冲服吸收率极低。姜黄素本身是脂溶性物质，必须搭配油脂才能被肠道有效吸收。与常见的黑胡椒同时，其中的胡椒碱能将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提升约20倍，是日常食用时最简单有效的搭配方案。选购姜黄粉时，优先选择配料表中只有单一姜黄粉的产品，颜色应为深橙黄色，气味浓郁馨香。颜色偏淡、气味寡淡的产品姜黄素含量往往不足。日常使用时，可在烹饪米饭时加入半茶匙姜黄粉与少量橄榄油同煮，或在炒蔬菜时加入少量姜黄粉与一小撮黑胡椒调味，既能入菜，又能保证姜黄素的有效吸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姜黄有轻微促进胆汁分泌的作用，存在胆结石或胆道梗阻问题的长辈使用前建议咨询医生。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人群也需控制用量，避免增加出血风险。第10种是核桃，它是为关节软骨提供必需脂肪酸的优质坚果。有时候长辈久坐起身后，膝盖内侧会传来一阵撕扯感，关节像生了锈一样，需要慢慢活动才能恢复灵活。很多人喜欢在下午茶时间吃几块苏打饼干或者甜味麦片，觉得方便又能垫肚子。不过苏打饼干精致碳水含量偏高，甜味麦片添加糖分较多，
两者都会促进体内炎症介质的合成，长期食用反而加重关节的慢性炎症负担。核桃中含有丰富的 α 亚麻酸，属于人体无法自主合成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，能辅助调节体内欧米伽3与欧米伽6的比例，减少关节滑膜的炎症反应。每28克核桃仁约含 2.5 克 α 亚麻酸，同时提供约4克植物蛋白质。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， 有助于保护关节软骨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氧化损伤。与腰果或花生相比，核桃的欧米伽3含量明显更高，更适合有关节炎症困扰的长辈日常补充。挑选核桃时，优先选择带壳的整粒核桃，壳面纹路清晰，颜色均匀，摇晃时内部无明显晃动声。去壳核桃仁应选颜色淡黄、表皮完整、无哈喇味的产品。每天建议食用约28克，也就是大约4到5颗完整核桃仁，可在早餐麦片中加入，也可在2餐之间直接食用。不建议购买油炸核桃或加了大量盐糖调味的核桃制品，高温油炸会破坏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产生有害氧化物质。肠胃消化功能较弱的长辈，可将核桃仁用料理机稍微打碎后拌入粥中食用，降低消化负担。第9种是深海三文鱼，它是直接补充 EPA 与 DHA， 快速舒缓关节炎症的优质鱼类。有些长辈每天早上刚下床，双手握拳就觉得指关节僵硬，走到厨房倒水时手腕也隐隐作痛，要活动20-30分钟才能正常用力。很多人觉得鱼腥味重，平时只吃淡水鱼或者干脆不吃鱼，选择用猪骨汤来补充营养。不过猪骨汤脂肪含量偏高，其中的胶原蛋白分子量过大，消化吸收率有限，针对关节炎症的改善效果也远不及深海鱼类。三文鱼中含有 EPA 与 DHA， 这是2种直接发挥抗炎作用的欧米伽3长链脂肪酸，无需经过人体转化，可以直接参与抑制炎症介质的合成。每100克三文鱼约含 2.3 克 EPA 与 DHA， 远高于大多数淡水鱼类。相关医学研究证实，每周食用2次深海脂肪鱼类，可以明显降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沉僵持续时间与关节压痛程度。三文鱼同时含有虾青素，这是一种天然强效抗氧化物质，能保护软骨细胞免受持续性氧化应激损伤。选购三文鱼时，新鲜的鱼肉颜色应为橙红色，纹理清晰，按压后能迅速回弹，气味清新无刺鼻腥臭。冷冻三文鱼解冻后颜色若变为灰白或出现明显粘液，说明新鲜度不足。烹饪时推荐低温慢煎或清蒸，锅中加少量橄榄油，中小火煎至表皮微黄即可，内部保持嫩润状态，营养保留较好。避免大火长时间煎烤至全熟发干，高温会破坏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结构。存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的长辈需暂时控制深海鱼的食用频率，病情稳定后再恢复正常摄入。第8种是西兰花，它是为关节软骨提供硫磺素与维生素 C 双重保护的优质蔬菜。有些长辈坐了一段时间后站起来，膝盖前侧会传来一阵酸胀，扶着桌子才能站稳，下蹲取物时关节更是发出明显的摩擦感。很多人平时饮食清淡，觉得多喝汤、多吃软烂蔬菜就够了，却不太注重食材的营养密度选择。西兰花中含有一种名为萝卜硫素的天然化合物，能在细胞层面抑制破坏关节软骨的酶类活性，减少软骨的持续磨损。同时，每100克西兰花约含89毫克维生素 C， 是人体合成胶原蛋白的必要辅助因子。而关节软骨与滑膜的主要结构成分正是胶原蛋白。60岁后，人体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速度明显下降，通过食物补充维生素 C 能有效辅助维持软骨的修复与再生。与白菜或菠菜相比，西兰花的萝卜硫素含量更为突出，是日常蔬菜中针对关节健康最具优势的品种之一。挑选西兰花时，优先选择花冠紧密、颜色深绿、经不切口新鲜无变色的品种。花冠出现黄色斑点或花球松散的西兰花新鲜度不足，营养流失较多。烹饪时推荐大火快炒或短时间清蒸，切好的西兰花放入沸水焯烫不超过2分钟后立即捞出，能最大程度保留萝卜硫素与维生素 C， 避免长时间水煮。维生素 C 属于水溶性营养素，过度烹煮会大量流失进汤水中，搭配少量橄榄油与蒜末翻炒，不仅口感更好，油脂也能帮助脂溶性抗氧化物质的吸收。
第7种是板豆腐，它是降低植酸干扰，补充骨骼与软骨所需钙质的优质植物蛋白。年纪增长后，不少人牙口退化，嚼肉费力，久而久之饮食变得格外清淡，长期只配稀饭与咸菜，造成蛋白质与钙质长期摄入不足。豆腐恰好可以弥补这一饮食短板。传统板豆腐制作时以硫酸钙作为凝固原料，钙含量是内酯嫩豆腐的数倍，每100克板豆腐约含138毫克钙。钙不仅维护骨骼密度，也是维持肌肉正常收缩与关节周围肌群协调运动的必要矿物质。黄豆经过浸泡、磨浆、熬煮、压制成豆腐的工序，能大幅降低植酸含量，植酸会阻碍钙、铁、锌的吸收。经过加工后，豆腐中的蛋白质与矿物质更容易被肠道利用。半块板豆腐可提供约10克优质植物蛋白质，对于咀嚼能力下降的长辈来说，是非常理想的蛋白质来源。优质的传统板豆腐表面保有棉布压制的纹路，拿在手中分量扎实，凑近能闻到浓郁纯正的豆香气。买回后切成厚片，用少量橄榄油中火煎至两面金黄，口感紧实，整体油脂摄入也不会超标。搭配西兰花或彩椒同时，维生素 C 能进一步提升豆腐中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，也辅助胶原蛋白合成，对关节软骨的修复有协同帮助。板豆腐嘌呤与草酸含量偏高，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或反复出现草酸钙结石的长辈，食用时需要控制分量，同时保持充足饮水。第6种是南瓜子，它是维持关节周围肌肉舒张平衡，补充天然镁元素的优质种子。有时候走路时被地砖绊了一下，觉得腿发软，站不稳，甚至夜间关节周围出现隐约的抽搐感。身体缺镁是十分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诱因。镁参与全身骨骼肌的收缩与放松调控，同时辅助维持关节周围韧带组织的弹性。当身体镁元素不足时，肌肉舒张恢复的过程会明显变慢，关节受力后的缓冲能力也随之下降。很多长辈喜欢看电视时顺手抓一把葵花籽，不过葵花籽的不饱和脂肪酸容易氧化变质，同等重量下的镁含量也远不及南瓜籽。仅仅一小把约28克的南瓜籽，就能提供高达168毫克天然镁，直接满足成年人每日所需镁含量的40%以上，同时提供9.5克优质蛋白质。现代营养学研究证实，镁还参与辅助维生素 D 在体内的活化过程，而维生素 D 对维护关节软骨细胞的正常代谢至关重要，两者协同作用，能更好保护关节的长期健康状态。南瓜籽还含有锌，锌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与修复，对维持软骨结构完整有直接帮助。购买时建议选择去壳无盐的原味南瓜籽，用平底锅不放油开小火烘焙约3分钟，闻到香气即可起锅，避免过度加热破坏不饱和脂肪酸。可用料理即将烘过的南瓜籽稍微打碎成粗颗粒，撒在温牛奶或麦片粥中一同食用。肾功能异常需要严格控制镁摄入的长辈，食用前建议咨询营养师。第5种是亚麻仁籽，它是辅助舒缓关节慢性炎症、养护关节软骨的优质种子。早晨刚从床上坐起来，想要站立迈步，却感觉双膝又酸又痛，还伴随咔咔的关节弹响，需要缓慢活动10几分钟后僵硬感才会慢慢缓解。这类表现大多是膝关节软骨退化、滑液分泌减少，同时伴随全身低度慢性炎症的综合信号。不少长辈习惯每日食用1-2勺黑芝麻粉，觉得质地顺滑，好入口，也认为能养护筋骨。黑芝麻确实含钙质与不饱和脂肪，但油脂以欧米伽6脂肪酸为主。如果日常饮食长期大量摄入单一高欧米伽6食材，会打乱体内欧米伽3与欧米伽6的均衡比例，反而容易提升体内炎症介质水平，加重关节的慢性刺激。亚麻仁籽富含 α 亚麻酸，属于人体无法自主合成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，可作为膳食来源辅助调节体内低度炎症状态，减轻关节软骨的持续性刺激。日常坚持食用有助于缓解双腿活动时的隐痛不适感。需要留意的是，亚麻仁籽外壳质地坚硬，整粒吞服很难被肠胃消化，内里的营养成分难以充分吸收，建议研磨成粉后再食用。研磨后的亚麻仁籽粉接触空气极易氧化，放置过久会出现哈喇味，同时产生多余自由基，反而不利于身体。建议选购整粒亚麻仁籽，装入密封罐放入冰箱冷冻储存。
每次食用前取出2到3汤匙，用小型研磨机现磨成粉，研磨完成后尽快吃完。生亚麻仁籽含有微量氰苷，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生吃，轻微加热后食用更稳妥。膳食纤维含量偏高，肠胃虚弱或有肠道梗阻病史的长辈需控制食用量。第4种是豆腐皮，包括豆腐皮与烤麸，它是极佳的高蛋白素食替代品。有时候看着家人大口吃肉，自己也馋那口香气扑鼻，有嚼劲的口感，但又担心长期过量摄入红肉中的饱和脂肪会影响血脂，加重血管负担。这时候，天然豆腐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豆腐皮在干态下的蛋白质含量可以高达 50% 以上，每100克新鲜豆腐皮也含有约20克蛋白质，质地有嚼劲，口感接近肉类，饱腹感较强。豆腐皮中的蛋白质属于完全植物蛋白，经过豆浆加热成膜的加工方式，植酸含量已大幅降低，蛋白质吸收率明显优于整粒大豆。搭配富含赖氨酸的豆类或蛋类，同时能进一步完善氨基酸配比，提升整体蛋白质利用率。豆腐皮同时含有大豆异黄酮，这类植物雌激素有助于辅助维持骨密度，对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的女性长辈尤为适合。选购时优先选择通过蒸煮工艺制成，颜色淡黄均匀，质地柔软有弹性的新鲜豆腐皮，避免选择经过高温油炸的空心油豆腐皮，或货架上添加了大量盐分与防腐剂的素鸡炸豆皮。油炸版本不仅热量极高，氧化的油脂还会加剧体内的炎症反应，与养护关节的目标背道而驰。可将豆腐皮切成条状，加少量橄榄油在锅中煎至微黄，搭配西兰花与彩椒翻炒，一餐即可同时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 C 与抗氧化物质。对肤质过敏或患有乳糜泻的长辈，豆腐皮是完全可以放心食用的高蛋白选择。第3种是牛油果，它是为关节滑液提供单不饱和脂肪，辅助润滑关节腔的优质果实。有些长辈膝盖在弯曲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，关节活动范围越来越小，上下楼梯时需要侧身扶栏才能走稳。关节腔内滑液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决定关节软骨面的润滑状态。很多人平时为了减少油脂摄入，饮食极为清淡，几乎不吃任何含脂肪的食物，反而可能影响关节滑液的正常分泌，使关节腔逐渐干涩。牛油果中含有丰富的油酸，这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，不仅不会加重血管负担，还能辅助维持关节滑液中脂质成分的正常比例，改善关节腔的润滑状态。每半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约含10克油酸与2克植物蛋白质，同时含有维生素 K。维生素 K 参与骨钙素的合成，是将钙元素引导沉积到骨骼而非关节软组织的重要调节因子。牛油果还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能辅助维持关节周围肌肉的正常收缩节律，缓解关节酸胀感。与橄榄油相比，牛油果能同时提供脂溶性维生素与膳食纤维，营养更加全面。挑选牛油果时，外皮变为深绿至近黑色，用手轻压有轻微弹性的未成熟状态，可以直接食用。外皮仍为翠绿色，质地坚硬的需要在室温下继续放置2到3天再食用。成熟的牛油果切开后，用勺子舀出果肉，加少许柠檬汁与少量黑胡椒搅拌，可以涂抹在全麦面包上代替黄油，也可切丁拌入无糖酸奶中一同食用，口感顺滑，营养协同效果好。牛油果单果热量较高，每日建议食用半个到1个，消化功能偏弱的长辈不宜一次过多食用。第2种是姜，它是辅助温通经络、缓解寒湿型关节沉僵的天然食材。有些长辈一到阴雨天或气温下降时，关节就会特别难受，膝盖与踝关节像是泡在凉水里一样沉重发胀，甚至睡前暖被窝后才能稍微缓解。这类寒湿型关节不适在北方冬季与梅雨季节尤为常见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买一些价格不菲的进口保健品，或者用热水袋长时间敷贴关节。虽然局部能暂时暖和，但针对关节炎症的根本调节效果仍然有限。鲜姜中含有姜辣素与姜烯酚，这2种活性物质能抑制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的环氧化酶活性，同时辅助促进关节周围的局部血液循环，改善寒湿环境下关节的营养供给。相关医学研究证实，长期规律食用姜的人群，膝关节疼痛评分与行走困难程度均有明显改善。干姜经过干燥处理后，姜烯酚含量比鲜姜更高，抗炎效果更加稳定持久。
选购鲜姜时，优先选择外皮光滑紧实、气味辛辣浓郁、切面水分充足的品种。干瘪皱缩、切面发黄变质的鲜姜有效成分已明显流失。日常可将3到4片薄姜片放入约400毫升沸水中，小火煮8到10分钟后倒出，加少量天然蜂蜜调味，在2餐之间温热饮用，每日1次，长期坚持效果较佳。也可在烹饪豆腐或鱼类时加入鲜姜，既去腥增香，又能通过食物同时补充多种抗炎成分。存在胃食管反流或胃溃疡的长辈，姜的辛辣刺激可能加重胃部不适，建议饭后少量食用，或以干姜粉代替鲜姜，刺激性相对较弱。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，以羽衣甘蓝与菠菜为代表，它们是同时提供维生素 K、镁与抗氧化物质，全面守护关节骨骼健康的天然食材。清晨刚起床，手指关节僵硬，双膝隐痛，腰部发酸，需要在床边坐上10几分钟，活动活动才能慢慢站起来。这类感觉并非单纯老化那么简单，往往与骨密度下降、软骨营养不足、关节周围的慢性低度炎症同时存在。很多长辈平时吃蔬菜喜欢选土豆、南瓜、白萝卜，觉得软烂好消化，营养也够了。不过这类浅色蔬菜的维生素 K 含量极低，而维生素 K 是骨钙素合成的必要辅助因子，骨钙素直接决定钙质能否被有效引导沉积到骨骼基质中，而非在关节软组织中异常钙化。每100克羽衣甘蓝约含维生素 K 高达817微克，每100克菠菜约含483微克，均远超绝大多数常见蔬菜。深绿色蔬菜同时含有镁、叶黄素与多种抗氧化黄酮类物质，能从多个维度辅助减少关节软骨的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刺激。与浅色蔬菜相比，深绿色蔬菜的营养密度更高，同等热量摄入下能为关节健康提供更加全面的营养支持。挑选羽衣甘蓝时，优先选择叶片厚实、颜色深绿有光泽、茎部脆嫩的品种。菠菜应选叶色翠绿、叶柄粗壮、根部呈淡红色的新鲜品种，发黄软烂的叶片营养流失较多。菠菜含有较多草酸，烹饪前务必放入沸水灼烫30至45秒后捞出，能去除约70%的草酸，再与豆腐或鸡蛋同炒，既减少草酸影响钙吸收的风险，又能发挥多种营养素的协同作用。羽衣甘蓝口感略硬，可切成细丝，用少量橄榄油大火快炒，加少许蒜末与柠檬汁调味，口感更为柔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物的长辈，维生素 K 摄入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药物凝血效果。食用深绿色蔬菜前应咨询主治医生，保持摄入量的相对稳定，避免剧烈波动。文中介绍的12种天然食材，无需全部每日食用，可以结合自身的身体感受灵活搭配。如果日常关节沉僵、酸痛明显，可以适当增加亚麻仁籽、三文鱼与姜黄的摄入频率。如果夜间关节周围有抽胀感或肌肉不适，睡前1杯温牛奶搭配1小把烘烤南瓜子，是温和的食疗搭配方案。如果关节怕冷，因雨天明显加重，姜与核桃可以优先纳入日常食谱。每个人的消化能力与身体耐受度存在差异，初次新增某种食材时，建议从小分量开始尝试，循序渐进适应。若患有严重肾病、痛风急性发作期，或是长期服用抗凝、抗血小板等特殊药物的长辈，在调整长期饮食方案前，务必提前咨询主治医生或临床营养师，避免食材与药物之间产生相互干扰。食材加工越少，保留天然完整状态，留存的营养活性物质越多。亚麻仁籽现磨现吃最为理想，磨好的粉末需密封冷藏，尽快食用。深绿色蔬菜焯水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维生素 K 与镁会随水大量流失。三文鱼避免高温煎烤至全熟，低温慢煎能更好保留 EPA 与 DHA 的活性结构。姜黄素属于脂溶性物质，与油脂同时才能有效吸收，干炒或水冲食用吸收率极低，效果大打折扣。日常挑选食材，除关注食材本身，也要留意加工工艺与配料表，选择添加成分简单、加工环节少的天然食材，才能更好地为关节健康提供所需的营养支持。另外，充足的营养摄入仅为维持关节健康的基础条件，若想要真正改善关节灵活度与下肢稳定性，还需要配合规律适度的低冲肌力运动，例如每日30分钟的平地散步。
水中行走或坐姿腿部拉伸练习。关节的健康，吃对了是开始，动起来才是长久的守护。只要坚持从饮食与运动两个方向同步入手，60岁之后的每一步都可以走得更加稳健有力。